我刚从末世那堆破事儿里活下来，睁眼就给我换个火计局。这地方的人想把我活活烧死，不是绝境，能活。火神要新娘也要刀，女人献火，奴隶献血，换部落安宁。把杀人说成祭神，倒是省事，连借口都不用多编。真会给自己找台阶。这小子骨架不错，能练，不是因为长得好看，也不是因为一眼可怜，站姿和肩背的发力方式都透着狠劲儿，就算现在狼狈，骨头也没软。这样的人，只要没被彻底折断，就能拉起来。可惜，这么好的弟子，怎么混成这副德行？站起来！想活就别躺着，起来，不然等会儿你先被他们踩死。给我杀了那臭娘们儿！这小子瘦归瘦，骨头倒是硬得很。跟我走。三星，抓住那个女人，别让她跑了，把火引过去，烧死她！放开！你要是现在自己走，后面那群人会先拿你开刀。东侧斜坡下去是枯木林，林子边缘应该有能藏人的石缝。在费城和荒野里活得够久，最擅长的就是在别人追上来之前，先把路分出来。先别死，活下来，规矩就该换一换了。刚才在机场上看着轻松，实际上每一步都在赌。那种地方的人真要一拥而上，我未必撑得住第二轮。过来，我说过来，我不吃人。我不会伤害你。你是谁？沈昭。你呢？阿野。别动。你这叫能打？长期营养不良，旧伤没养好，体力透支过度，身上还有鞭伤和冻伤。要不是底子不错，我才不会救你，废物！我说的是你现在这个状态，不是说你这人。你以前是干什么的？打架。跟谁打？别乱动。他和部落里那些人不一样，他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件有用的东西。这玩意儿谁给你带的？部落里的管人环。废话，我当然看得出来是管人的。我问的是谁下的手？祭司。过来。你是想站一晚上，还是想等追兵摸过来先把你捅了？吃，不吃明天就没力气跑。别拿那种眼神看我，我救你不是因为心善。那是为什么？因为你能活。枯林不算大，西边有浅沟能挡风，北边乱石坡能设简单陷阱，南边是开阔地。追兵真要找过来，最先锋的肯定是那边。你多大了？17。17？你这长相像12。你以前跟谁学的打架？没人教。没人教能打成这样？没人教就自己学，打到他们不敢再打为止。那你还挺有天分。他不怕人多，
不怕见血，甚至不怕我。他救我的时候也不是因为善良，他只是看见了能用的东西。可偏偏就是这种干脆利落的判断，比任何虚头大脑的怜悯都让人放心。原来这世上不止我一个人是这样活下来的。可刀就是刀，只要没断，就有开刃的那天。从现在起，你跟着我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现在离了我，活不过3天，而我也正好缺个能打的人。捡回来的不是一个拖累，是这个鬼地方第一把有机会开刃的刀。别说跟末世里的军刀比，连以前随手磨出来的废陶片都不如。可在这地方，能割开皮肉的东西就已经算武器。醒来就逃命，逃完还得饿肚子，这穿越待遇真不如死在末世。伤口太脏，布条也不干净，只能暂时止血，再拖下去感染发热只是迟早的事，不是单纯瘦，而是长期饥饿造成的虚。昨晚那半块干饼根本不够补什么，只能让他不至于当场倒下。西边浅沟有潮气，附近可能有水，北边乱石坡适合藏身，也可能有蛇虫鼠兔。南边追兵如果没放弃，天亮后一定会从那边搜过来，不能久留，但走之前必须先弄到吃的。没有食物，别说养人，自己都撑不到明天。你做什么？找吃的。做什么？火不能留，追兵看见烟会摸过来。你坐着。我不是废物。你现在就是。昨晚跑了那么久，肩上裂过一次，膝盖有淤伤，脚踝也扭了。你现在跟着我乱走，不是帮忙，是拖慢速度。想证明自己不是废物，先活到能证明的时候。守着这里，有人靠近，别冲出去，先学会藏。你一个人去？你会打猎？不会，但我会让东西自己送上门。不会打猎，却要去找吃的，这女人到底想干什么？4指，边缘浅，朝向水源，应该是某种小兽夜里出来找水留下的。有动物就有吃的，不能确定能不能吃，不吃。末世里死于饥饿了收发人也不少，越饿越不能把自己当试毒的。兔子，或者类似兔子的东西。末世里没有物资的时候，陷阱比枪更可靠。枪会没子弹，陷阱不会嫌你穷，单靠陷阱运气太重。不算干净，但没有腐臭，可惜没有火和容器，不能烧开。不一定能消毒，但至少能清理表面脏污，聊胜于无。不多，但够2个人撑一顿。跑了？不对，跑的话不会留下这种明显痕迹。我让你藏，不是让你抓人。他发现火灰了。闭嘴。不错，下次别硬压，你伤着，力气不够。遇到这种人，要么先断他手，要么先堵他喉，别跟他拼劲。他不能留，他回去，我们的位置就暴露。到时候来的是10个人、20个人，还是整个部落？你能打几个？这不是责备，是在教我。你要活，就得知道什么时候不能心软。你是真嫌自己命长。饥饿是最诚实的东西。你先吃。你还懂客气？你找的。我让你吃，你就吃。你现在这副身子，再饿一顿，明天我就得拖尸体上路。难吃，但能活，这就够了。你以前也这样找吃的？比这难多了。你不像部落的人。我本来就不是。那你是什么人？活下来的人。他们会继续找我们。今天吃饱了，
晚上就换地方，还能走？能。还行，至少没叫。叫有用吗？没用。那就不叫。虽然废得厉害，但能忍能学，也有点狠劲儿。只差有人把他身上那些乱七八糟的废伤废习惯拆掉，再一点点重搭起来。记住今天这顿饭，不是因为肉有多好吃，是因为从现在开始你要明白一件事：活着不是等别人赏你一口吃的，是自己找，自己抢，自己守住。看来部落那边发现少了个人，走，吃完第一顿饭就该学着怎么不被别人吃掉了。跟着他，至少能活，而活着才有资格谈以后。灰白的云压得低，太阳遮住大半，光线冷，不适合赶路，但很适合藏人。只要不冒烟，不乱踩痕迹，追兵一时半会儿摸不过来。起来。做什么？训练。先去那边站着。我还得走。走什么走？你现在这副样子，追兵没找着你，风大一点都能把你吹倒。你要是真想活着出去，先把自己练成能跑能躲能打的样子。是没体力，现在不练，等会儿遇上人，你还是那个连站都站不稳的废物。我不是废物。那就证明给我看。先负重。怎么？嫌轻？不是。那就捡起来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让你活，但你现在这个状态不配活得太顺，要么听我的，要么你自己滚。跑。现在？对，现在。跑多久？跑到我说停为止。我身上有伤。我知道。那你还让我跑？所以我才要看你能不能撑。抬头，我说抬头，肩放松，别死盯着地。你这样跑，跑不远，反应也慢。脚尖落地，别整只脚砸下去。你现在体重轻，才冲动浪费力气。你怎么什么都懂？因为我以前是靠这个活命的。再快一点，撑不住也得撑。你现在不是在练给我看，是在练给追你的人看。我撑不住。你跑不过他们，下次被按住火台上就还是你。继续。别用手撑地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是摔了，先学会自己滚出去，不是拿手去接。手废了，你以后拿什么杀人？起来，再跑。停。看这边。太慢。还是慢。这次还行。你这是在拿石头砸我？对，你反应慢，不砸怎么练？拿着。做什么？挡。挡什么？挡我。站稳，别只会硬接。你是想练成盾，还是想练成活被子？转身。慢了，再来。你脑子呢？看我的手，不要看棍子。部落里的人打架靠的是狠，靠的是命，没人会在这种时候告诉你怎么省力，怎么判断，怎么提前一步避开。学得挺快。还行，不算木头。我本来就不是木头，至少现在不像了。先歇2刻钟。你以前也是这么练别人的？差不多。你以前到底是做什么的？捡命的。
下一步学躲。还要练？废话，你以为训练是1天2天能成的？我问你，刚才要是有人从你后面扑过来，你第一反应是什么？回身打。错，第一反应是躲，第二反应才是打。你现在不是战神，先别想一拳打死谁，先想怎么别被人一拳打死。可不打怎么赢？能活下来的人才有资格赢。起来，继续。这次练什么？练你怎么在别人扑过来之前，先让他倒下。反应太慢。再来。听得懂。部落里搜人的少，几个人？至少3队。几队？一支队伍到7人，哨声1短2长，是发现踪迹后分散包过来。你们部落还挺会追人。他们不会放过逃奴。奴隶谢谢。逃奴这2个字说的真顺，那就不跟他们硬碰。去哪儿？奴隶区很乱，乱就有空子。不能回去。为什么？他们会杀你。他们不杀我，我就能不回去了。我们现在没有药，没有盐，没有能用的工具，食物也不够，靠这片林子最多撑2天。2天后，你的伤口要么发热，要么烂开。藏什么？我看不见，你的伤就能自己好吗？要活，就得拿东西。拿什么？盐、干肉、药草，能用的绳子，最好再找个干净点的陶罐。还有，你手上的铁环，得想办法弄掉。走，回部落。怕？我不怕。那就跟上。一个女人，一个奴隶，跑不了远。祭司说了，那女人是灾星，抓回来还要烧一次。奴隶阿野也得找回来。听说昨晚他碰了火台，火神发怒了。什么火神发怒？我看就是那杂种命硬。别动。他们……我知道，但现在杀他们没用。想报仇，先学会挑时候。现在冲出去，你最多杀1个，然后被另一个喊人围死。你要是只想死得痛快，现在就去；你要是想让他们以后跪着喊你名字，就闭嘴，跟我学。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种话。部落里的人只会让我低头，让我跪下。可他说，让他们以后跪着喊我的名字。这地方不闹病才怪。你以前也这样。放下。什么？你手里的木刺。着火了！这比硬冲进去杀人更快，也更省力。太沉，但有用。谁在里面？你认识？以前关在一个栏里。他为什么不喊？他们也想逃。不是所有沉默的人都甘心，有些人只是被压得太久，暂时不敢动。走。灾星回来了，他偷走火神的盐，他要把灾祸带进部落。快走！你要干什么？教你第2课，人越多，
越别盯所有人，盯第一个。看见了吗？先断手，再断路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打法。不拼力气，不硬接，不为了好看，只为了让对方最快失去威胁。还行。抓住他们！宰相和奴隶都要烧死！你们的盐是祭司藏的。妖女胡言！外面的人快饿死，奴隶舔石头，孩子抢骨头，这里却有盐，有干肉，还有药草。你们供火神吃这么好？他是灾星，他偷盐还敢污蔑神！我偷的是你们被藏起来的命。从一开始就没打算靠几句话救谁，只需要让这些人慢一慢，让他们不敢立刻扑上来，哪怕只慢半拍都是路。走！砸得好！追！给我追！谁抓住灾星，上演一把！蠢货，自己把话递出来了。这边。看明白了吗？什么？规矩不是不能破，只是以前没人敢先捉。原来不是所有人都信祭司，原来那些看似牢不可破的东西，也会因为一句话裂开缝。拿着，你今天学的不算差。我还以为你会杀了那2个守卫。杀人不是目的，活着离开，拿到东西，让他们开始怀疑祭司，这才是目的。你早就想好了？不算早，从看见楚无朋的时候开始。他不是临时起意，他从回部落的第一步开始就已经想好一切了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先活，然后让他们以后听见你的名字，不敢再喊废物。走了，今天只是拿点东西，下次再回来就不是偷了。看见没？这东西不是拿来吃的，是拿来换命的。我当然知道盐值钱，可知道和真正握在手里是两回事。走，去看看谁在做这门生意。他根本不是在找路，他是在选局，选可以让人上钩的局。你到底要找什么？人。什么人？想换盐的人和想抢盐的人。就是这儿。有人在这里换东西。对，而且不是1次2次了。别出声。有货，这地方果然藏着好东西。先别冲。抢什么？先拿到手的算谁的？算我的。很好，他要的就是这一下。这一回他得自己出手，有点意思。找死！这小子不是只会挨打，一旦贴上去，动作比想的还快，腿脚也灵，知道借空隙，不跟人硬碰。拿好了。动作很干净，快、轻、准，不像蛮冲。别让他跑了！轻稳，反应快，胆子也够大。退半步。追一个，别追2个。够了。还行，第一次正式出手，没乱，没硬顶，知道躲，知道贴，知道借地形，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收手，有进步。外来者不是单纯路过。什么意思？他们知道这里有交易点，也知道我们拿了盐。今天这一家不会是最后一次。走吧。刚才为什么不让我杀了那个8连？因为他还活着，才会回去报信。你故意的？当然。你以为我只想抢1袋盐？风停了，这不是什么好兆头。你听见了吗？有人来了。几个人？不止1队。果然，白天那几个外来不是纯抢货，他们退走后没有彻底离开，反而绕到这边来摸路了。把盐袋收好。
他们是冲我们来的，冲颜、冲人也冲陆。我们昨晚在交易点露了脸，今天又在山坡上动了手，他们不可能还把我们当普通逃奴。那现在走？晚了。来了。左边，补上。想困死我们？怎么办？先打出去。两边一旦急就会乱，这正是我要的。阿野，藏好。别动！他们知道再打下去讨不到好，能站住吗？能。谁派你们来的？白天那几个不是来抢一袋盐的，他们是来探路的，探我们在不在这儿，探交易点有没有后手，探部落里谁在偷偷分盐。他们很快会再来。那我们怎么办？等。等什么？等他们以为自己摸到了底，然后让他们知道这里不是只有他们会抢东西。收着，今晚你打得比白天更好。记住，夜里来的人，第一刀往往不是为了杀你，是为了让你乱。我记住了。祭司在找人，看样子昨晚的事算到我们头上了。他们要找人顶罪，不是要找，是已经找好了。把那个女人找出来！她偷盐外敌，火神发怒就是因为她。我下去把那老东西砍了。不急，他已经开始动手了。我知道。说，昨夜是谁给了你盐？想拿他做口供。他是昨晚那个没喊人的。也是个聪明的。宰相沈兆勾连外敌，私藏盐货，偷部落活命之物。他若不出，今日就烧奴隶代祭。老祭司要的是压人心，那我就让他压不住。盐不是他偷的。闭嘴！是你们自己藏的。看好了，老东西开始急了。胡说八道！火神赐盐，哪有你这贱种说话的份儿？我看见了，他把盐袋藏在祭司棚后面。拖下去！祭司棚后面，他真藏盐了？不是说盐都给火神了？那我们这几天吃的是什么？妖言惑众，他是灾星派来的祸根。还挺会抓时候。昨晚丢的盐不止一袋，你们以为外来者只盯着我们，他也在盯你们。闭嘴！把他找出来，把他烧了！记住，别急着下去。他们要烧人。我看见了。那就看着。不是看着，是等他自己把火点得更大一点。他想用奴隶的命压住所有人，可他一旦真把人烧了，底下那些人就会开始想，下一个会不会是自己？谁准你说话？我不说，你也藏不住了。差不多了，走。阿野，看我。
糟了，阿野！坏了，阿野现在不是在打，他是在失控。这种时候最怕的不是打不过，而是分不清该打谁。谁让你动的？抓住他，把这个杂种也一并收了！阿野！看着我，你现在要是只想发疯，我不会拦你；但你要是敢在我面前失控，我就先把你打醒。先退！杀了他！先杀那个奴隶！躲开！想打就打准一点。打谁？打让你们跪着的人。好，你敢！这小子是真的开刃了，而且一点就透。火神降怒，灾星必须烧死！跟我来。去哪儿？火种。他们最怕的是人跑，是火没了。就是这里。左边那个交给你，别硬碰，先断他手。很好，他现在不是刚会动手的阶段了。走了！我等的就是这一下。我要灭了！快拦住他！火种！把盐收好，别让人抢了。阿野，把那边的柴踹翻！别让他带走火种！现在才想起来。拿着。你呢？我去拿证据。什么证据？走。救不救？不救。现在救，等于把自己扔回火里。但他今天开了口，说明他不是没骨头，以后还有用。原来他不是不管，他只是知道什么时候该救，什么时候该放。差不多了，今天先到这儿。火夺了，盐也拿了，剩下的明天再算。这把火会不会把整个部落都点了？那得看他们还要不要继续往里添柴。现在怎么办？立规矩。什么规矩？谁干活谁吃盐。我这里有盐，也有干肉、草药、火种，但不是白给。那有什么？柴、水、干草，能用的陶棍，会处理伤口的过来帮忙，能站岗的去山坡上守，能搬东西的把烧焦的木架清出来。奴隶也一样。奴隶凭什么吃盐？凭他干活。哼，那我们呢？你也一样，干活吃盐，不干滚。他说了，干活。一捆柴换这么多，一捆水换这么多，守夜2个时辰换一撮盐，另加半片干肉。你们也能换，能搬就搬。谁准你们在这里分盐？我准的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你又算什么东西？盐是部落的。部落的？那他们为什么吃不到？你说盐是部落的，我同意。既然是部落的，谁干活谁拿盐，正好。你这是煽动奴隶！我是在让人干活，
你要是不服，也可以来搬柴，搬得多，分得多。他说了，别碰。还有谁要试？祭司不会放过你。那你回去告诉他，想拿回盐，可以让他亲自来搬柴。接下来呢？继续。还分？不然呢？打赢一场就停，规矩就只是一场热闹。继续分，继续换，继续让他们知道，只要干活就有东西拿。他们能信？不能全信，所以要轮值，要互相看着，要让他们知道，不守规矩的人，下次没盐。别跪！你叫什么？师生。能做什么？我记录以前给管事送东西，部落里的路我都记得。有用。从今天起，你跟着分水，谁拿了多少，谁还欠多少，你记。我记错一次扣盐，记对了给你药。祭司的人不止，来的正好。规矩刚立，总得有人来试试。想继续吃盐的，拿起东西。阿野在。今晚规矩不再是纸上写的东西了。我知道。现在轮到你了。轮到我？火神的怒火岂是你这种妖女能承受的？是祭司的人，要不要动手？哈哈，看见了吗？火神还在，凡跟妖女站在一起的人都要被火烧死。怕吗？不怕。那就打。这次你来。混账！阿野，别停！杀了他！他是叛奴，他是火神厌弃的狗。阿野，你娘当年跪在火埋前求我，也没能救你。你生来就是奴，你永远……够了。这是谁的？他说火神缺盐，可这些盐都藏在他的棚里。那是祭品，是供奉火神的。供神供到你自己棚里。我孩子前几天没盐，抽筋抽了一夜，他说没有盐了，可这里有这么多。他骗我们。别怕，局已经定了。我是火神的使者，你们敢碰我，火神会降罪。你不是神，你只是一个藏盐、害人、借火杀人的人。从今天起，火台不烧活人，藏盐者罚，借神明杀人者罚，煽动围剿者罚。祭司也一样。阿野，不杀。叛奴，杂种，火神会烧死你！木兰还空着吗？空着。关进去。你敢求我？你什么时候想明白自己是人不是神，什么时候再说出来是。要是一直想不明白，就一直关着。